3天前，我靠着女友送我的戒指，意外觉醒鉴定神手，不但可以通过触摸鉴定古玩真假价值，还能通过吸收古董蕴含的宝气，强化自身力量。有了这支鉴宝神手，我何愁不能大富大贵？老板，这个瓷盘怎么卖啊？一口价888，讨个彩头。没问题，我买了。王老板，你还想讨彩头？我看是讨了个冤大头吧。这种品相能卖888，也就骗骗你这种不懂行的愣头青罢了。冤大头，这盘子可是价值25万。老板，怎么结账？小子，我可是珍宝科首席鉴定师张鑫，我从业这么多年，见过的古董比你吃过的盐都多，你怎么就不信呢？哼！好啊，张老板，既然你说它是假的，那我们来打个赌。如果我这瓷盘是赝品，我给你10万；但如果是真的，你就给我10万，怎么样？好，你们两个是在对赌吗？老夫是这里万宝楼的老板，在古董上略知一二，让我当个见证人如何？还真是万宝楼的徐老板，他可是咱们古玩城顶级的鉴宝大师啊！是啊，徐老板出马，一看就知道是真是假。不过赌这小子输，他马上要丢大脸喽。那就劳烦徐老板您瞧瞧，做个见证。还有什么瞧的必要？浪费时间！年轻人想一夜暴富，也要看看有没有这个实力。我劝你还是赶紧把10万土金给我，也能少浪费一点时间。这张鑫也太阴了，欺负个什么都不懂的新人。这还真是件真品，釉色纯正，胎质温润，还能看到自然磨损的痕迹。这是真的，清代雍正焦黄釉盘啊！徐老板，确定是真品吗？没错，我确定是真品。竟然是真品，这小子运气可真好，我们古玩城都几个月没人捡到漏了。张鑫怎么回事？还鉴宝师呢，竟然输给了年轻人！不可能，地摊上怎么可能会有真品？徐老板，你是不是和这小子联合起来整我？张老板，你这是在质疑我们万宝楼的专业性吗？张老板，既然这瓷盘是真的，那这10万块，哼，老子愿赌服输。支付宝到账10万元。臭小子，你给我等着！小伙子，你这盘子我很喜欢，25万卖给我怎么样？既然徐老喜欢，那它就是您的了。我现在给你转钱。支付宝到账25万元。一下就赚了35万，这一切多亏了阿南送我的那枚戒指。如果你真有跟楠楠在一起的决心，那就挣到1个亿，向我证明你的能力。有了鉴宝神手的帮助，赚够1亿娶楠楠，还不是手到擒来？好盘子，好盘子。喂，楠楠，怎么了？阿成，哎，楠楠，你怎么来了？我是偷偷跑出来找你的。我爸说你挣不到1个亿，证明自己，绝对不同意我们在一起。阿成，要不我们私奔吧？楠楠，你放心，我已经找到赚钱的办法了。什么办法呀？就是古董捡漏。笑话，你个什么都不懂的菜鸟，还想靠捡漏赚到1个亿？也就楠楠这种傻白甜才会被你骗。阿成，这是我闺蜜麒麟，她这人就是刀子嘴豆腐心。玲玲，你别这么说阿成，他对我是真心的。真心啊？真心能当饭吃啊？阿成，我们别理他，我们去逛逛吧。这无可救药的恋爱脑。我们这里看看。阿成，怎么了吗？哎呦，哈哈哈哈！这竟然是价值40万的清代光绪鱼形石磬。小伙子，喜欢这石鱼？这可是老物件啊！江城，楠楠好不容易跑出来见你一面，你不会就想送这个地摊上的破烂给她吧？楠楠可是白富美，追她的男人都送名牌奢侈品。没事，我喜欢这个，虽然不值钱，我觉得它造型挺特别的呀。老板，给个实价。哎，你不会真要买这个破东西吧？这位美女，在我们古玩行，看东西的价值可不能只看表面。我这石鱼再怎么卖相不好，可确实是老物件，上面还有古字呢。哪里是古字啊？我看根本就是小孩子的涂鸦。好了，老板，别说虚的了，到底多少钱？哎呀，嘿嘿，8万。8万，你也好意思开得出口？就算再怎么喜欢这个破鱼啊，我也不会买。楠楠，我们走。其实我也不太喜欢那个石头。别走别走，小伙子，你说多少钱嘛？最多50。哎呀，你开的这个价是要逼着我去跳楼啊！我这可是几百年的东西。那就66大顺。行，拿走。过去了。
楠楠，我想拿着去万宝楼鉴定下，怎么样？哎，江城，你白日做梦呢！你真要拿这块破石头去万宝楼鉴定啊？别到时候被赶出来了，连累我和楠楠跟着你丢脸。小伙子，既然买定离手，那我就实话告诉你，这块石头是我在二手市场几块钱一大袋拿的，在这个古玩城就别想着捡漏，基本上都是专门骗你们这种新人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拿去鉴定一下就知道了。楠楠，你还真的跟他来啊？我看你是被他给灌了迷魂汤呢。鉴别古董需要很强的鉴定眼力和经验，别人30-40岁都不一定入得了门，他怎么能行啊？徐老板，我刚买的小玩意儿，觉着有点意思，你帮我瞧瞧。哦，你这是又捡到漏了？这看起来像是老物件，但品相很普通啊，估计不值什么钱。这捡漏可不是那么好捡的，捡了第一回，未必就有第二回。我就说嘛，真是异想天开。徐老板，我总觉得这东西有点名堂，您再仔细看看。行吧，我再看看。你们年轻人呐，不要太急躁，古董这行业啊，就要慢慢来。等等，你这小子，这是什么运气啊？这种物件怎么可能出现在民间？你是怎么到手的？阿成刚刚是在个小摊上买到的。这鱼形石磬上落了金塑道人的印章款，能和名人扯上的物件都有极大的收藏价值啊！金塑道人本名潘光典，光绪9年的进士。甲午战争时期建言备战，积极引入西方教育，曾任欧洲留学生监督，最高时官至2品。你小子看来还知道的不少啊！阿成很厉害的。阿成啊，这东西我收了，你开个价吧。这东西我收了，你开个价吧。徐老板，上次您帮了我，您就按照您的心理价位给我，我绝无二言。好东西，我这万宝楼当然收。这鱼形石磬看在是名人做的份上，几十万是有的。这样，我给你40万。竟然这么值钱！阿成，你太厉害了，还真的让他捡着漏了。没问题，徐老板，您转给我女朋友吧，下次有好东西我还来找你。你这小子以后可了不得呀！把账号给我，我现在就转。楠楠，这些钱给你，去买你喜欢的东西。你再等等我，我一定可以成功的。我不要你的钱，这40万我帮你攒着，快点攒够1个亿，我们就能光明正大在一起了。看来这江城不是我想的软饭男，赚到1个亿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你们这店是黑店，根本不懂鉴定。外面怎么了？出去看看。我的水平有问题，老子是开古董铺子的，你说我不懂古董鉴定？我的瓶子绝对真的，不可能假的。这是怎么回事？正好你们来评评理。他这瓷瓶标着明代的款式，烧制样式和风格却是偏清代的，这不是赝品是什么？看来是想卖赝品被识破了。我的手怎么又开始发热？难道……阿成，怎么了？难道是真品吗？待会儿见机行事。我这个瓷瓶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绝对是真品。你们家鉴定不出来，我换别家去。哎，大哥，先别走，能给我看一下吗？清代乾隆寄托款青花折枝花果蒜头瓶，为清代乾隆时期御窑厂仿明代宣德青花铁锈斑式样，预估市场价为125万。125万？哎，大哥，我也辨不出什么真假，但这瓶子我也是真喜欢，您开个价。我这人不说谎话，这瓶子绝对是真品，50万怎么样？50万怎么样？大哥，这瓶子真的还是假的？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要那些鉴宝的能人说了才算。但你看这里，除了我，谁还要你的瓶子呀？这，你遇到了我这样的冤大头想买，才真是家里烧了高香。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阿成，你还不如把这些钱留着给我买衣服、鞋子、包包呢，为什么要买这个破瓶子呀？那我们还是先去吃饭吧。哎，先别走。你们愿意出多少钱？我最多只能给个8万，再多了我女朋友要跟我吵架的。江城，你真是疯了！我跟你就没过过几天好日子，你现在还花那么多钱买一个破瓶子，我看这瓶子又轻又明的，8成就是上周的。你能不能别整天无理取闹？捡漏你懂不懂啊？别吵了，小伙子，8万成交，1分钱不能再少了。哎，好。转过去了。好，成了，又能大赚一笔了。
阿成，我刚刚演技厉害吧？演得太好了，我还以为你真的生气了。我才不会跟你生气呢。小程啊，你怎么又来了？你不会又捡漏了吧？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吧。来，把这瓷瓶给我看看。你小子能连着捡3次漏，真是祖坟冒青烟了呀！这上面款石是大明宣德年间的，但烧制的风格却有点像清代的，一般是学艺不精的造假人才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徐老板，要不您再仔细看看？行吧，那我再看2眼。要不是看在你这小子捡了2次漏的份上，哎呀，难怪呀！难怪什么呀？这是清代的寄托款，就是明清时期瓷器上的一种特殊款式，它不题写本朝年号款式，而是题写前朝的年号款式。这寄托款就是古代制作的更早之前的赝品吧？勉强也可以这么说，但江城手上的瓷瓶是乾隆御窑烧出来的，留存的品相还这么好，没有碎裂痕，价值应该在120万到140万之间。你说这个瓶子值100多万，江城这一来一回，什么都没做就能到手100万啊！100万？那你这瓷瓶是花多少钱买的？本来是50万，被阿成砍价砍到了8万。哎呀！你小子前途不可估量啊！嗨，运气好罢了。别谦虚了，我就不信你一点都不懂。来，说说看，你是怎么看出这瓷瓶是真品的？那我就在徐老板您面前献丑了。据乾隆3年乾隆纪事档记载，6月25日，乾隆帝曾命太监高玉传旨，拿内府旧藏的一批明代瓷器交付景德镇御窑厂仿烧，其中就有宣德青花白底蒜头瓶。不错，说的不错呀！徐老板，今天有客人啊！哎呀，刘部长来得巧啊！我给您介绍下，我们古董行里天赋极高的新人江城。小程啊，这是大名鼎鼎的拍卖行鼎德书画部的刘部长。啊，刘部长好。徐老板，这年轻人不会是你的亲戚吧？这年轻人不会是你的亲戚吧？刘部长，你说笑了。我要是有个这么好的后辈，那真是做梦都能笑醒啊！徐老板，你要强捧你家的新人，也不能闭着眼睛捧吧？我这个鉴定书画的外行人都能看出来，这个瓷瓶混杂了明清2种风格，这明显是赝品嘛。刘部长，您再仔细看看，这可是寄托款。没错，刘部长，这是明清瓷器的一种特殊款式啊！我在这古玩城几十年了，怎么可能拿自己的名声开玩笑啊？哦，那恕我不懂瓷器了。那这瓷瓶送到我鼎德去拍卖如何？看刘部长的表情，还是不太相信我呀。这既给了徐老板的面子，又可以让鼎德瓷器部的验验真假，不愧是老油条。小程啊，你还不快谢谢刘部长？这能在鼎德拍卖会上拍卖，拍出的价格多半比预估的价格还高啊！啊，那就谢谢刘部长了。楠楠，这么晚了，我也送你回去吧。你就这么着急着我走啊？咱俩见一面很不容易的，等下次见面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我是不是怕你爸发现你偷偷出来见我，对我的印象就更差了？江城啊，你给刘部长拿去拍卖的瓷瓶已经卖掉了，赚了200万，我把钱打给你，你查收下。好嘞。支付宝到账200万元，太棒了，又赚了200万，很快就能赚够1个亿，让我爸同意我们了。阿成，你没事吧？你们走路没有眼睛呀！哎呦，我花了上千万买的宝贝，就这么碎了！赶紧赔钱！你说赔钱就赔钱，明明是你自己装过来的，你这是碰瓷！别跟我扯东扯西的，赶紧赔钱！大家快来看呐！这人打碎了我的定窑白瓷，不想赔钱。你们别听他瞎说，是他自己装过来的，跟我们无关。定窑白瓷，这可不便宜啊！这小伙子完蛋了，这不是在摊子上捡漏的小伙子吗？小程啊，这是怎么回事啊？他撞碎了我价值1000万的定窑白瓷，赶紧赔钱！你说价值上千万就上千万啊，说不定根本就是赝品。哼！诸位请看，我的这只北宋定窑白釉刻宣花大力士碗，就是货真价实的真品。图录号5234，和拍卖图册上的确实一模一样。这确实是鼎德的火器。
我见过啊，没问题。成交价1250万，这小子闯大祸了。阿成，这怎么办呀？我现在手上只有300万了，要不我去求求我爸好了。楠楠，别担心，我们1分钱都不用赔。我的鉴宝神手一点反应都没有，这就是个赝品。小子，要是赔不上钱，你就去坐牢，你选一个。到底谁派你来的？怎么想调查我？少废话，赶紧赔钱，不然我就走法律程序。哟，这是怎么了？果然是张鑫，我在这古玩城就只得罪过他，这局看来就是张鑫为我设的。张老板真是好手段，我可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张老板，你可得给我评评理呀！这还需要评什么理呀？肯定得让他赔钱呀！这可1000多万呢，你怕是拿不出来吧？看来得打一辈子工来还了。这就没办法了，江城只能认栽了。这小伙子可倒霉了，这1000多万的东西，人家现在手上还有证书，能证明其价值。打官司怕也不好打呀。都别吵了，让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原来你是在等徐老板为你出头啊！可惜这是孔先生拍卖而来的珍品定窑大力士碗，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小程啊，事情麻烦了。徐老板，你没有看出问题啊？没有，做工很细致。如果是赝品的话，仿制的人一定是个高手。况且这碎的太彻底了，根本看不出来啊。既然这样，徐老板，麻烦您帮我给鼎德拍卖行打个电话，让他们过来鉴定一趟吧。也好，只是我担心鼎德的人也看不出什么问题出来。江城，这样吧，你只要给我500万，这事情我就可以考虑就这么算了。阿成，我可以再向林妮借100多万，凑一凑就能有500万了。放心，我能解决这件事的。徐老板，这是我鼎德最年轻的天才鉴宝师罗俏，现在就开始鉴定吧。刘部长，火漆印是真的，确实出自我们鼎德。我没看出什么问题，这大力士碗应该就是真品。江城，你还是快点赔钱吧！你今天就是把天王老子叫过来都没用。我1分钱都不会赔的。罗女士，在北宋时期，定窑的大力士碗是茶器，常用来斗茶，对吧？对。既然常用来斗茶，那真品定窑大力士的碗壁上，一定有因为斗茶而留下的被茶水侵蚀所形成的水痕状自然磨损痕迹。我请问，这只所谓的定窑大力士碗，其壁上可有半点水痕状自然磨损痕迹？如果没有，它又凭什么是真品？罗女士，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对，这只大力士碗确实没有水痕状自然磨损痕迹，这不符合真品定窑大力士碗情况。这鼎德的鉴宝师都这么说了，看来这大力士碗是真的有问题。后生可畏啊！这江城是如何瞧出来的？正如这位江先生所说，经我们细致检查，这只大力士碗是赝品，而且我们对比了当初我们拍出去的那只北宋定窑大力士碗的照片，发现并不是同一只。不过这上面的火漆印是真的，看来是鼎德内部出了问题。阿成，你还真厉害！当然，我可是你男朋友。夸一夸你就上天了。两位，对这件事作何解释？孔俊德，我真没想到你居然是这种人，你居然利用鼎德的信誉和权威来碰瓷作曲。你胡说八道！这件事明明是你策划的，那仿制的大力士碗也是你给我的。狗咬狗，一嘴毛。刘部长，你应该不会相信孔俊德这条疯狗的话吧？明明主使者就是这个张鑫，真不公平。因为没有证据，鼎德也拿张鑫没有办法。难道就让这个张鑫逍遥法外了？不会，俗话说狗改不了吃屎，这不会是张鑫的第一次，也不会是他的最后一次。夜路走多了，早晚要碰到鬼的。行了，这就没有什么事儿了。我店里忙，我先走了。不，你不能走啊！你给我起开！你不能走，这件事是你策划的，你不能走。不知所谓。孔先生，对于你利用我们鼎德拍卖行的证书，
以及火麒麟来伪装赝品古董的事情。我们后续会走法律途径，希望你做好准备。江城，今天这件事算顶德也有责任，你想要多少赔偿？赔偿就不用了。这不行，我们顶德从不欠人情。把手机拿出来，给你转账。支付宝到账100万。哇，100万！顶德还真是财大气粗啊。这100万是今天的补偿。刘某想交你这个朋友，不知道明天我们顶德的鉴宝会，不知你可否赏脸？多谢刘老板赏识，明天的鉴宝会我一定赴会。好，明天见。又赚了100万，这几天前后赚了将近400万了，距离赚够1亿娶楠楠回家又近了一步。还真是跟楠楠说的一样，顶德这是富得流油啊。土包子，你开了眼吧？你谁啊？我，刘子杰，刘氏集团的董事长，就是我爸。哼，我们认识吗？你不就是那个凭借着花言巧语把楠楠拐走的软饭男吗？我告诉你，我跟楠楠才是江伯父点头答应的，楠楠迟早要嫁给我，我们天生一对。不好意思啊，楠楠现在是我女朋友，她喜欢的是我。你连进入这个鉴宝师的资格都没有，不对。你连拍卖会场的门票都买不起，我看啊，这顶德的安保是越来越垃圾了，连你这种人都能混进来。是谁在这里说我们顶德的安保系统垃圾呢？刘部长，我倒也不是这个意思，但这闲杂人等都能混进来，顶德的安保系统是要改进改进了。江城，刘部长，你认识啊？当然，说来江城还帮了我顶德一个大忙啊。要不是有江城的一双慧眼，顶德的名声将会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啊！江城，我邀请您进入这鉴宝室，不知可否赏脸？刘部长言重了，我不过就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请。我倒是要看看这江城搞的什么鬼。来，请坐。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个人。这位是江城，这就是刘部长你提过的那个认出了北宋定窑大力士碗是赝品的小伙子吧？对。哎呀，了不得呀！可不是嘛，还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娇娇，你说是吧？运气好而已。你的小丫头还不服气啊？各位刚刚在说什么？他江城怎么可能会鉴宝？他就是一个软饭男，能比得过顶德新一代中的第一人罗俏吗？刘子杰，你诚心的是吧？你的意思是，我连个软饭男都比不过？当然不是，当然不是。这枚硬币既然是赝品，那我就拿去扔了。快点扔掉，也不知道哪个部长演的，连这个都收。等一下，这枚钱币给我看一下，可以吗？开什么玩笑！在座的各位，哪个不是在古董行摸爬滚打了10几年才闯出了名头的？这些能人都认定是赝品的，那就一定是赝品，你懂个屁！民国10年9月，徐世昌向纪念币样币，此币齿边，人像立体，浮雕清晰，自然氧化包浆，细节精美，品相完美，乃完全为实用品，预估市场价为56万。既然要扔了，不如给我，怎么样？小程啊，这个硬币是真品吗？真真假假的，还是要这里的鉴宝能人说了才算。故弄玄虚，我看你就是特意来各位大师面前耍宝的。我只相信各位大师的判断。刘少说的也不是完全没道理啊。他在那些不懂的外行人面前捡到漏就算了，但是在我们这些内行人面前，难道还想捡我们的漏？说不定，我可是亲眼看到过在江城身上发生的奇迹的。徐老板，您过赞了。我倒是相信徐老板你的人品，也相信江城在鉴定瓷器方面有一定的悟性，但术业有专攻，外行人不懂，但我们内行人知道，这古董鉴定也是分很多种类的。是啊，正如杨老板擅长鉴定工艺品，您徐老板擅长鉴定瓷器，而刘部长对书画颇有研究。这江城他凭什么样样精通啊？那既然这样，不如我们打个赌，怎么样？好，要是你赌输了，你就永远都不要再见到楠楠了。那我不赌了。哼，好，你不敢赌，
看来你就是承认你是在胡言乱语、故弄玄虚了。我是有100%的自信赢你的，可是楠楠不应该成为我们之间的赌注，所以我不跟你赌。一看就是不敢赌的借口，真是好笑。那我们赌个更大的。什么更大的？如果我输了，我一辈子都给刘少您做牛做马，您让我往东，我就不会往西，怎么样？那你要是赢了呢？我要是赢了，刘少给我1000万，对刘少来说，1000万不过是几个月的零花钱而已，没问题吧？给就给，我跟你赌。小程啊，刘子杰就是激将法，你不要落入他的圈套了呀。这个赌约怎么看都是你亏啊。君子一诺千金。好，这个赌约，江城不管你是输是赢，我都欣赏你。我在钱币方面有些研究，让我亲自来清洗。江城，待会儿我赢了，给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当着各位大师的面对着我磕3个响头，并且狗叫3声。刘少不要高兴太早，结果还没出来，我劝你啊，还是把那1000万准备好。笑死，这还要等吗？各位大师都鉴定过了，这是赝品。小程，我觉得你这次是意气用事了。看见了吗？连徐老板都不向着你。清洗好了，这是杨老板，这是什么？快说！这是民国徐世昌像纪念币的样币啊，还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捐资兴建京都协和医院，落成时委托金城造币厂铸造的，存世数量不超过300枚。这么说，这枚硬币是真的了？对，就连我们都差点看走眼。江城未来的成就绝对不可限量啊！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他江城就是一个废物，怎么可能鉴定得出来？刘少，这个意思是我们几个配合江城做局骗你啊？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刘少，愿赌服输1000万，给就给。江城，你给我等着。支付宝到账1000万，1000万到手，离跟楠楠提亲又近了一步。刘部长，既然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站长，等等，你愿不愿意来我的吉谷轩干活啊？这可是古玩城数1数2的店铺啊！龚老板，你这就狡猾了。论起来，我们高鼓楼也不差呀。我也想招揽到像江城这样的人才。你们不能这样跟我抢人呐！江城最先可是我发掘出来的。鼎德也想插一手，鼎德拍卖行在业内的地位，不用我解释吧？这怎么回事啊？不管答应谁，其他人就得罪了。不管了。都得罪就等于谁都不得罪，先拒绝再说。各位啊，都是鉴宝的大师，我江城何德何能呢？我就先走一步了。你别跑啊！还好我跑出来了，要不然还真是不好脱身。阿成，好巧啊，在这儿也能见到你。楠楠，你怎么来了？你又背着你爸偷偷跑出来了？不是。我爸他不是要过生日了吗？我们这次出来是给他买礼物的。才不是呢，楠楠是特意为了见你才来的。江总能看得上这二手市场的破烂货呀？琳琳，你不是答应了我不揭穿我的吗？我不拆穿你，江城怎么知道你为他付出了这么多？好了，不说了，好不容易见面，我们去逛逛吧。好。江城，你又看上什么了？江城，你是江城？你认识我？当然认识了，不仅是我，这整个古玩城都认识你了。那晚一眼就看出大力士碗是赝品了，你可是出了名的啊。明万历黄玉鸠鸟杖首，手杖之首为上架黄玉雕琢成的鸠形，若找到杖身，获得完整杖灸，价值为160万。是999块钱是吧？先别急，别扫，不是999，是99999啊！你坐地起价是吧？你看看你自己写的是什么？没有了，都没有了。江先生，这里谁不知道你捡漏是出了名的？你看上的东西十有八九可是真品呢。太出名了也不好啊，看来是别想捡漏了。好吧，那我不诓你，这东西是真的，但是它不完整。这儿，这就说明它是手杖最上面的杖首，它还少了个杖身。不完整的物件，它价值就不会那么高啊！你没骗我吧？你要是不信的话，就到附近的古董店铺问问。好了，楠楠，我们走。停下！
你真的没骗我？我真的没有骗你。你要是能找到这东西的账身，合二为一，它就很值钱。那你说多少钱能拿？3万怎么样？你这东西啊，淘过来就10几块钱，卖给我能卖3万，你这也叫捡漏啊？这老板，这东西啊，普通人看不出门道不会买，能看出门道的也嫌弃你这是不完整的东西，出手给我是最好的了。行吧，赚多赚少也是赚，有的赚就行。扫码拿走吧。过去了。好。走。楠楠，你知道这个古玩市场里最赚钱的行业是什么吗？这还要说，卖古董的呀？不对。不是，那是什么？100多年前，西方淘金热的时候，最赚钱的其实是周边卖水、卖铲子的小贩。这古玩城里的人最喜欢附庸风雅，所以啊，最赚钱的自然就是卖茶叶的这些人了。哎呀，小伙子，你懂的还真不少啊！我就是随便说说。哎，老板，你们这里最好的茶叶拿出来，我要买来送给江叔叔。好，你稍等，我现在就给你拿。怎么这个店主一出来，我的鉴宝神手就发热，他一离开就没反应了？难道这个店主身上有古董？来看看，这个呀是上好的安溪铁观音，3万块钱1两。我也不是特别懂，贵的就是好的吧，给我包起来。鉴宝神手不会是对他的手账有反应吧？哎，老板，您的手账我能看看吗？你要手账干什么？江城，你不会年纪轻轻腿就不行了吧？小伙子，我这个手账有什么问题吗？黄玉鸠鸟杖之杖身，留存极好，大叶紫檀木所制，杖身绘制福寿铭文，福以祥瑞原文，有鸿福齐天、寿比南山的美好寓意。若找到杖手，获得完整杖灸，价值为160万。小伙子，看出什么来了吗？我这手杖可是好东西。大紫檀木确实是好东西啊，老板，这手杖卖不卖？哎呀，这手杖可是我孙女送我的，如果要买的话，得加钱。老板，你想要多少钱？5万块，怎么样？好，成交。好，跟年轻人做生意就是爽快。好，过去了。哎，你慢慢走啊！一个手杖几千块钱买的，这转手就卖了5万，跟年轻人做生意简直太爽了。我说江城，你是不是冤大头啊？老板几千块钱买的，你花5万买回来。老板赚到了钱，我也不亏啊。这还不亏？你会不会算账？阿成，这个手账价值是不是更高啊？楠楠，你爸的生日礼物，我有主意了。爸爸，江叔叔，这是黄玉鸠杖，祝您万事顺利，事业蒸蒸日上，饮食安康，长命百岁。好，我倒要看看你这个穷鬼能送出什么好东西。这是什么鬼东西啊？这才不是什么鬼东西呢，这是我们阿成辛辛苦苦找来的。辛辛苦苦，真是笑死个人了。八成是从什么小摊上捡来的吧？胡闹！江城，你把你的东西拿回去。江叔叔，这个手杖是明万历年间的，这杖手选用上品黄玉所制，杖身则用的是大紫檀木。对呀，爸爸，这可是阿成花了8万收来的。8万又怎么样？还不就是个不值钱的赝品？快，把我给江叔叔准备的礼物拿上来。这金铲土财纳财，象征着财源滚滚而来，还是我从一个高人手里收来的，还是汉代的，价值连城。江城，在你没有赚到1个亿之前，不要再跟我女儿见面了。我也不稀罕你的什么手杖。爸，你不能这么对阿成。江叔，他这金铲是假的。你胡说！你一定是想在江叔叔面前诋毁我。这个金铲可是我花了88万买来的。是啊，刘少怎么可能买赝品呢？好啊，江城，我以为你只是个普通人，没想到你还人品败坏，给我滚出去！爸爸，阿成他不是这样的人，他这样说就一定有他的道理。娜娜，
你不能因为你喜欢他就无脑维护他吧？他个穷小子根本就不能给你幸福，只有我才能给你幸福。我身为一个鉴宝人，不会拿古董的真假诋毁人。我说它是赝品，它就是赝品。我相信江城，江城啊，可是我们行业内100年难得一见的天才啊！龚老板，你说的是站在我面前的这个江城？那当然，我可是亲眼见证了江城在鉴宝方面的天赋。哎，刘少当时也在场吧？还输给了江城1000万了。他运气好罢了，我才不信他有什么实力。江城，龚老板说的是真的吗？我跟江城非亲非故，江总是不相信我的人品吗？真的，爸爸，阿成很厉害的。我是没有龚老板说的那么厉害，但对鉴宝还是有点心得的。江城，你谦虚了。哎，你是怎么看出来这个金蝉是假的？做旧的痕迹太明显了。不错，不错。我这只金蝉绝对是真的，不可能有假。你们凭什么说我买的金蝉是假的？因为我有一只一模一样的金蝉。众所周知，世界上不可能有2只一模一样的金蝉。难道你觉得我的那只就是赝品吗？龚老板不可能看走眼呀，他可是吉古轩的老板，鼎鼎有名啊。那看来刘少买的那只金蝉就是假的了。哎，江总，可以把那黄玉鸠鸟手账给我看看吗？真品，绝对是真品，而且价值绝对在那只金蝉之上。古代的鸠鸟啊，有长长久久的寓意，是幸福祥和的吉祥鸟，作为寿礼啊，再合适不过了。先生啊，没想到你不是我以为的一无是处，但这种程度，我还是不同意你和我女儿在一起。但是你们2个要见面的话，拦也拦不住。爸爸，你是不是同意我和阿成了？哎，我可没有同意啊。那你之前背着我偷偷去见江城，以为我不知道啊？啊！谢谢江叔叔，我会努力的，让你早日把楠楠放心的交给我，我会赚到那1个亿的。我不服，我就不信那江城次运气都这么好。江城，咱们走着瞧。走。刘部长，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吗？江城，快过来看看这幅画，这是真品啊，价值1000多万啊！看着挺好的，但总觉得差一点意思。差点意思？这怎么会差一点意思呢？刘部长，这可是我在金陵那边花了高价收过来的，要是你们拍卖行不要，我就去找别人了。哎，等一等，有这种好东西，我鼎德当然会收，你出个价。刘部长，要不要收这幅画？你可以再考虑一下。江城，你什么意思？你趁机给我作对？刘部长，你看看这虾须，看着是不是有些太死板均匀了？真画的虾须应该中锋用笔更加的自然流畅，线条更细，须和须之间疏密有致，不会像这幅画一样交叉杂乱。张老板，这幅画好像确实是赝品啊，怎么回事？我怎么会知道这是赝品？是赝品，我花高价买它干什么？既然是赝品，那就算了，真倒霉。哼。刘部长，我觉得张欣应该是知道这幅画是赝品的，就好像当初他指使孔俊雄拿假瓷器碰死我一样。你的意思是张欣是造假集团的人？造假集团？对，现在市面上突然出现了一批高水准的赝品物件，很多老板都因此倾家荡产了，甚至因此跳楼的都有。哎，真是可怕呀！这段时间恐怕没有什么人敢收古董了。这帮人可真是发没良心的财啊！哎，不说这些了。江城，我很看好你的能力，你愿不愿意来鼎德工作？如果你愿意来鼎德，月薪给你开10万，而且不要求坐班。要是你能捡漏到好东西，我们还高价收。待遇这么好，阿成，我们答应吧。可以。来看一下合同内容，没有问题就签了吧。刘部长，连合同都准备好了？那是当然，为了抢到你这样的人才，鼎德当然要早做准备了。要是被别人家抢走了，那我们损失可就大了。合同没问题。那就合作愉快。合作愉快。照这样的
赚钱速度，我相信阿成你一定可以很快赚到1个亿的，不愧是我男朋友。幸好没事。不会又是打碎碰瓷的吧？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他又要拉着我大喊赔钱。我总觉得奇怪，走，我们跟上去看看。东西带来了吗？带来了。这次的赝品仿的可是明代的杨柳观音铜像，最起码100万起步。没想到竟然撞上了造假集团的内部交易。阿成，怎么办啊？多少钱？不要你们的钱，只要你背后的老板能有办法把赝品顺利脱手，后面自然会继续跟你们合作，利润4、6分成就行。你们2个小年轻站这里干什么？谁在那里？跑！快点追上他们，不能让他们把这件事传播出去。好。站住！别跑！阿成，我跑不动了。我看你们往哪儿跑！手机交出来！2位大哥，求你们放过我们，我们什么都交。拿来吧。女朋友长这么漂亮啊，跟这个没骨气的废物还真是可惜。你别过来啊！你长得这么漂亮，跟着她太浪费了。跟着我，我1个月能给你好几万的零花钱，还能给你买包、买奢侈品。呸！你长得这么丑，亲我一口，我能做一辈子了吗？那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快点解决他们，一个不留！楠楠，你快跑！阿成，我不能留下你一个人的。别废话了，你们去地府跟阎王恩爱去吧！我跟你们拼了！检测到宿主求生意愿过高，激活疾风掌，以风之力为主，手掌如风，快速而无形。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放我一马！我看你们还嚣不嚣张！不敢了，我们再也不敢了。没想到我的手竟然这么厉害。阿成，你好厉害呀，把他们一下子都打倒了。楠楠，谢谢你啊。谢我？我什么都没做呀。谢谢你当初送给我的这个戒指，因为有了它，我才能做到这一切。楠楠，你就是我的福星锦鲤，我一定会努力赚到1个亿，跟你结婚的。哎呀，你心里想想就好了，不要说出来嘛。我也是会害羞的。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刚刚不是很威风吗？来呀，你继续威风啊！还想消降我？你呀，比不上我男朋友1根手指头。没想到楠楠也有跋扈的一面啊。阿成，我平时不这样的，我今天就是太生气了。还挺可爱。什么？说吧，你们背后的人是谁？造假地址在哪里？你们到底有多少赝品流入市场啊？我们不知道。哼，还敢嘴硬？信不信我让阿成把你们打成猪头？饶命啊！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下线负责交头的。你们逼问他，所有的赝品我都是从他手上拿的。你叛徒！说吧，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欣赏你的嘴硬，看来你不怕疼啊！有本事就杀了我！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看来你武侠剧看的不少啊，不知道你怕不怕痒？我这里有一瓶痒痒喷雾，听说沾上后会全身瘙痒不止，抓的浑身都是血。啊，阿成，你别说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你要不要试试？别，你少骗我了！怎么可能会有这种神奇的东西？有没有？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只是可惜啊，到时候不知道会有多么的痛苦，只怕是皮都要被抓烂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别！我说，只要我知道的我都说，只是很多事情我也不太清楚，我就只是下面的人，总部我也没有去过，经过我手上的赝品也就10来件而已。只有这些？只有这些了。哼，楠楠，报警！警察叔叔，我要举报！我都说了，为什么还报警啊？我可没有承诺过不报警。你们做这些事之前，难道不知道是违法的吗？我真的全都抄了，以后我免费给你们提供赝品，随便转手就能赚个几十万上百万的，你们能不能放过我？你以为谁都像你们那样赚昧良心的钱啊？
你们害得多少人倾家荡产，你们会有报应的。怎么回事？是谁举报的？警察同志，我要举报他们2个倒卖赝品。走，跟我们去警局走一趟。阿成，你那个养羊水是真的吗？你试试不就知道了。江城，你不准喷我！别跑了，这东西就是个假的。楠楠，你怎么了？阿成，你看那个老人好可怜啊，我们帮帮他吧。那我们过去帮帮他吧。大爷，小伙子，你是在叫我吗？对，我叫的你。对，我叫的你。这都是我捡的垃圾，可没偷东西，你们可以检查。不是，大爷，我们不是怀疑您偷东西，是有些其他的事情想问您。我的手怎么又开始发热？小伙子，有事情？你们有什么事情让我帮忙吗？大爷，您袋子里的东西能不能让我瞧一下？这都是些矿泉水瓶啥的，没什么好东西。阿成，你在干什么？这也太臭了！就是这个。小伙子，你要这东西，你拿去吧。我看它是木头做的，准备拿回去当柴烧呢。不然我都不捡了。当柴烧？是啊，我那住的地方只能烧柴。清代乾隆御制的紫檀嵌银丝朱砂砚，此砚结构严谨，雕工上等，制作细腻，极具意蕴，多见于乾隆时期的宫廷版，精美绝伦，预估市场价有375万。大爷，这东西我买下来。买？不用，这值什么钱呀？不值什么钱。大爷，我要就这么拿走的话，我于心不忍，我也不想骗你。这东西看起来有些价值，所以我才想买。阿成，你说的就是这个，还是只是想找个理由给这个大爷钱？小伙子，老头子我无儿无女，不花什么钱，日常用捡垃圾得来的钱就够用了。你们的心意我就接受了。这个大爷真的好可怜啊。大爷，实话跟您说吧，我会点古物鉴赏，只是看这东西好像古代的物件，所以才要买下来。真的？真的。你是个善良的小伙子，没看我老头子好欺负就拿走了。这东西我也是垃圾桶里翻出来的，你就给我拿个几百块现金就好了，我也没有收钱用的手机。你这样吧，大爷，我给你找工作。工作？可我这老头子能做什么工作呀？我给你找个在拍卖行做保洁的工作，再顺便给你找个住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像你这么善良的小伙子，那真是谢谢你了。还是要感谢您才对，您找的东西啊，对我来说很值钱。阿成，只是这个东西真的是真品古董吗？8、9成吧。江城，江城，你说这东西是你在一位拾荒老人的垃圾袋里拿的，而这位拾荒老人是在垃圾桶里捡的。是的。这什么呀？怎么这么臭？乔乔，不要这么说话嘛。江城啊，我知道你的心是好的，是想帮那位老人，但是我会帮你瞒着那位老人的。我是想帮那个老人，但那东西看着确实像是真的。谁会把古董丢在垃圾桶里呀？又不是像钱币这种小东西，这上面全都是垃圾桶的臭味，还这么黑，什么都看不清。乔乔，你尊重点。江城啊，俏俏是因为不熟悉你，所以才说话这么难听，但是他说的也有道理，你的好心顶多是可以理解的。刘部长，你看这后面写着大清乾隆仿古6个字。那又怎么样？
八成是现代工艺品。我们江城每次都能捡到漏，你们怎么知道他这次一定不行呢？我就不信了，他能次次运气都这么好，他要是再捡到一次呀，我就嫁给他。你什么意思啊？江城可是我的，不准抢他！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这么稀罕他？你们要是不信啊，我再清理一下，给你们再鉴赏一下。好啊，那我倒要看看怎么样打你的脸。哼，不知道打谁的脸。哼，阿成，如果这个真的是清代乾隆年间的，是不是有些价值啊？不是有价值，是非常有价值。那得看是不是真的，那要是假的，可是一文都不值哦。乔乔，别这么说话。刘爷，我就不信他一个刚入行不到1年的新人，怎么比得过我10几年的努力啊？好了，擦干净了，再看看。让我看看，我就要看看怎么打你的脸。这是紫檀木的。没错，是紫檀老木。这么用来研磨朱砂的砚台，而且还是用整块紫檀老料雕刻而成的，这边缘还采用了浅银色的工艺装饰。乔乔，你说这砚台是真品？怎么会这样啊？那我怎么能比不过江城呢？乔乔，有些人呐，天生老天爷赏饭吃，没办法啊。你呢，也注意休息，毕竟你在这一行的天赋也是挺高的，不用放在心上。不，我不相信。江城，你的天赋真的是每一次都出乎我的意料。要不是你有女朋友了，我真的想做个媒人，让俏俏跟你在一起。刘爷，我才看不上他呢。你们不准抢阿成啊！阿成他就只能是我的。哎呀，刘爷，你别再打趣我了，不然我回去啊就要跪搓衣板了。我哪有那么凶啊？怎么舍得让你跪搓衣板？好，你们2个小年轻人感情好啊。江城啊，这个砚台市场价格在400万左右，但是我可以500万收，你看怎么样？我相信刘部长的人品不会在这种事上坑我。不过我还是想帮助那个拾荒老人，我希望能够多照顾他一下。钱啊，就从我工资里面扣啊。江城，我真的是越来越佩服你，你的天赋，人品也高。那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好。等等，江城，你觉得我怎么样？什么意思啊？不会还不服气吧？我觉得你挺不错的，是年轻一代的新一代鉴宝人，我很欣赏你。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觉得我长得怎么样？长得挺好看的。那你喜欢我吗？喜欢？你说的喜欢是什么意思啊？我很欣赏你，非常欣赏，但是我已经有女朋友了，而且我只会爱她一个人。听到了没有？阿成呢？他只喜欢我。那可不一定，你一点都不懂鉴宝，你跟江城一点共同话题都没有，你们只会越走越远。那我就不一样了，我们同为鉴宝人，我们能听懂对方说的话，这样2个人才合适。罗女士，我江城认定了一个人就不会变。虽然和楠楠在鉴宝上没有什么共同话题，但他一直陪伴着我，一直陪在我身边，这对我来说比共同话题重要多了。而且我和楠楠在其他方面也有共同话题啊。听到了吗？阿成呢？他只喜欢我，别不自量力了。哼，阿成，我们走，不理他。江城，你一定会后悔的。楠楠，你是不是生气了？没有，我只喜欢你，我对那个罗俏一点意思都没有。那你还夸他好看？我总不能当着人家面说他丑吧？走，没有邀请函不能进我们鼎德。
阿成，那边好像有人在吵架。你就让我进去吧，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我们鼎德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有资格进的。走，过去看看。你这人怎么推人啊你？是他自己摔的呀，赖不到我身上。而且他看起来鬼鬼祟祟的，我是要为鼎德的安全负责。我没有，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见你们老板。见我们老板？像你这种无名无姓的人，你有资格见我们老板？我说了，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我看起来傻吗？是个重要的事情就能见？你有什么事情要去鼎德里面啊？我不能说，我不相信你们。我们阿成啊，可是鼎德的书画部部长，刘晕都看中的人，很厉害的。难道你是江城吗？你认识我？一个大名鼎鼎刚入行的天才，只要是在古董行混的人，应该都听过江城这个名字吧？原来阿成这么有名啊，那你现在会告诉我们吗？不行，这个事很重要。该不会你身上有什么价值连城的古董，怕被我发现占为己有吧？你怎么知道的？我就是恰好猜对了而已。不过我真的猜对了。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我们好心帮你，你还怀疑我们？我姓徐，徐文慧。徐？你是星耀拍卖行的人？我爸是开创星耀的徐强，不过他已经死了。什么？死了？跳楼自杀了。我们星耀被外人架空，他被逼得跳楼自杀了。怎么回事啊？为了我家的传家宝，我是带着传家宝出来的。他死前让我来找鼎德的老板。难不成是造假集团的人？你知道？哎，你们怎么回来了？哎，来，坐。哎，这位是？刘部长，你先看看这个吧。哎呦，咦，这是商代甲骨文书？哎呀，这太贵重了，我可不敢轻言妄断真假，我得打电话叫其他人过来看。不行，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还是我来看一下吧。来，你看。对，阿成啊，一定可以鉴定出来的。怎么样？商代甲骨文书乃华夏文明之瑰宝，其记载了天然血域的位置，价值不可估量。看出点什么来吗？是真的，而且不止价值连城这么简单。他们就是为了这个东西，逼死了我爸。我想见你们老板，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说。哎，黄总，来坐。黄叔叔，我是文慧啊，我小时候你还抱过我呢。文慧，都长这么大了，你来这里是有什么事情吗？是造假集团的事情，我怀疑造假集团已经派了间谍进入了鼎德。听说最近市场上是出现了大批赝品，可自从上次孔俊雄顶着我鼎德的名号碰瓷江城之后，哎呀，我鼎德内部就已经在自查了。这是我家的传家宝，我就是宁愿死，也不愿让它落到造假集团手里。今天在这里，我把它交给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爸已经死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了。呸！能活肯定要好好活下去，说什么死不死的？报警！他们还无法无天了。不行，报警只会打草惊蛇，而且如果我们不能找到幕后的最大 boss， 恐怕他们后来迟早会卷土重来。那怎么办？既然他们能派人来我们这当卧底，那我们也能派人去他们那当卧底。是啊，哎，我怎么没想到？可是这派谁去呢？我能去。不行，阿成，太危险了，你不能去。别担心，看在座的各位，好像只有我合适，而且我有办法取得张鑫的信任。张鑫？对，刘部长，
你还记不记得，每次赝品出现的时候，张鑫都在现场？哦，对呀，那天晚上孔俊雄碰死你的时候，张鑫就在。而且是他拿着齐白石的那副虾来顶德鉴定的。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徐女士，你可不可以暂时将这份甲骨文书借给我？你要他做什么？为了更好的取得张鑫的信任。阿成，你看现在网上有人花100万悬赏你，你不能去。不行，我一定要去。哎，楠楠，听我说。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同意你去冒险的。楠楠，我不得不去。造假集团的人在网上发帖子通缉我，我要是再不捣毁他们，反过来就是我死在他们手里了。可是，楠楠，这段时间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我担心造假集团的人盯上你。我不怕。你不怕，我怕。你先回家。阿成，你千万不能出事。别担心我。系统说，那块甲骨文书上记载了天然血玉的位置。这块天然血玉到底是什么呢？让你们老板来见我。你知道我们老板什么人？我们老板那不是什么人想见就能见的。你跟他说我叫江城，他肯定会来见我。还有，把你们这最好的茶泡来给我喝。你以为你是谁啊？也不打听打听我们张老板是什么人，还敢在这儿颐指气使的？小赵，怎么回事？老板，就是他要见你。江城？对，他说他就叫江城。你来干什么？张老板，好久不见。你来干什么？我有件东西想让您看看。别以为你进了鼎德，我就能高看你一眼。你先打开看看。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搞什么鬼。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张老板，你心里应该清楚吧？这是商代甲骨文书，这么贵重的东西，你是怎么得到的？别着急嘛，客人来了，怎么能没有茶呢？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吗？还不赶紧去泡茶！啊，对，泡那个最贵的君山银针。好，你现在能说了吧？别着急，别着急嘛。茶不错。江城，你现在能说了吧？张老板，我是来跟你谈合作的。这商代的甲骨文书啊，就是我的见面礼。哼，你不会以为我真的会相信你吧？你现在不是在为鼎德做事吗？别再跟我提那鼎德，这商代甲骨文书明明是我先发现的，他们却想占为己有，这可是价值上亿的东西啊！你以为你拿了这个，我就能相信你？你不会以为我是个傻嘚儿吧？张老板，你要不再仔细看一下呢？这可是我从徐文慧手里拿过来的，你觉得它有可能是假的吗？徐文慧？你怎么知道徐文慧？是真的。徐文慧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你？他可是宁死都不愿意把东西交给我们的。你们的人，你们就是那群私下制造赝品的人是吧？你在胡说什么？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是真听不懂还是假听不懂啊？哼！哎，张老板别紧张嘛。来，喝杯茶压压惊。
江城，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想威胁我是吧？我都说了，我是跟张老板合作的，毕竟卖真品哪有卖假的挣钱？我再怎么简陋，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挣够1个亿，那我只能拼一把大的。所以，你是为了你那漂亮女朋友来的是吧？当然，我可不想看着我的楠楠被其他人取走。那还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呐。江城说的也有可能是真的，毕竟1个亿可不是普通人能挣出来的，制作赝品才是1本万利的生意啊！我该怎么相信你是真心呢？张老板，这甲骨文书就是我的真心，如果拿它来制作赝品，利润起码上亿。看张鑫的神情，起码有80%是信我。徐文慧怎么会把这么贵重的东西交给你？啊，他想进入鼎德，但他进不去。我先遇到了他，我一眼就看出这甲骨文书的价值。我答应他，帮他把这个甲骨文书交给鼎德。我只是想从中赚取1000万的利润，可是就连这点鼎德都不愿意，所以我就来找张老板您了。你来找我干什么？不管那件大理石碗，或者是那幅齐白石的虾，我都看出张老板你有制造赝品的能力。所以啊，我想找您来制造一些价值上亿的赝品，那赚钱你岂不是轻轻松松啊？哼！常老板，我再给您添点茶。江城，你可真是为了赚钱不择手段啊！不过我这里确实有点门路。终于上钩了呀！不过我这里确实有点门路。来，你看看这2件东西真假？雍正通宝母钱，造币工艺精巧，秀色自然，品相完美，具有古朴沧桑的历史气息和古钱的内在神韵，预估市场价为8万元。这个是真的，市场价大概7、8万。不错，确实是你说的这样。汉代古玉观音，通体由和田玉打造，毫无瑕疵，浑身洁白无瑕，乃稀世珍品，预估市场价为750万。这个也是真的，价格大概700万左右。那你给我看看，这个青花瓷瓶是真是假？这个青花瓷瓶怎么又真又假？但是我对鉴定神手又没有任何反应。鉴定不出来没关系，能看出来2件已经证明了你的能力。不过这个捡漏第一人的名号有点名不符实啊，这真是奇怪了。小赵，你来看看这个青花瓷瓶是真是假？好。老板，我觉得这应该是个假的。不错，你确实比这个江城厉害。不对，哪里不对？这东西看着像真的，但感觉又是假的。切，我说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你别搁这故弄玄虚了，好吗？看不出来就看不出来，就别搁这硬装了。别吵了，难道他还真看出来了什么？明代青花瓷碎片为明代景德镇制造，典雅素净，工艺精湛，但于战乱中损毁，只遗留了碎片，预估市场价为0元。我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了？我知道它是赝品。这我早就说过了，还要你再说一遍吗？张老板，这青花瓷瓶虽然用了明代的青花瓷碎片，但它底部却是赝品。你是说它是真的和假的拼出来的？江城他说的是真的吗？你小子果然不一般，看来我上次说的一点都不远。鼎德把你赶走了，那可真是一大损失啊！老板，他这纯属运气啊！我不服。去边去！不服气有什么用？连鼎德新一代的罗鞘都输给了江城。张老板，那我们的合作……我同意我们的合作。江城，
跟我来。张老板，这些都是赝品啊！江城，你说这话就难听了，什么赝品不赝品的？这可都是我们的发财路。对，对。江城啊，张老板，怎么了？之前我对你有偏见，但现在看来，你不像顶德那群迂腐的人。只要你好好干，我给你的不比顶德的少。哎，张老板，你放心，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一定尽心尽力。我就欣赏你这样的一心。人呢？你们店里的人呢？新来的还不给赶紧招呼一下啊！哦，老板，请问您需要什么？哎呀，我们家老太太马上就要过80大寿了，你帮我选个礼物，钱不是问题。最近帽子那边查的严，说不定这小子就是警方派过来的卧底。好，臭经理，我这有个在鉴宝上天赋异禀的新人介绍给你。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帽子那边开始调查这里，不会是想混进来的卧底吧？哎，不会的，我对他的底细摸得非常清楚。之前是顶德那边的人，跟帽子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他就江城捡过很多次漏。但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是小心谨慎为好。先不要把他带到总部来，我去试探他一下。那请问老人家喜欢什么呀？我家老太太什么都好，就是迷信，喜欢求神拜佛。哎呀，都不知道被骗了多少回了。那个观音像，帮我拿过来看看吧。好。宋代木雕彩绘水月观音像，呈现舒服的坐姿，栩栩如生，雕工精致，但略有残缺，预估市场价值为35万。这个水观音是真的，那个人一看他就不懂，你把假的卖给他。这是张鑫的又一个测试吗？你们发什么呆呀？你们就是这样怠慢客人的吗？啊，您稍等，我让小赵给您倒杯茶，还不快去？好的。都是打工的，还真把自己当老板了。您请坐。好。你眼光真好，一眼就看上了他。但是什么呀？啊，你先喝茶。这茶倒是不错，但是这观音有什么问题？你直说。这观音像呢，是宋代的珍品，老太太又喜欢求神拜佛，送给她正合适。就因为知道是真品，我才用它来试试你。嗨，你们店员当然说自己店里的东西好了，还是说怀疑我付不起钱呢？这江城怎么回事？还不忽悠这个不懂行的客人买假的古玉观音？我让你测试我，看我不坑你一笔大的。那是因为我们店只卖真的，不卖假的，不像别的店真假混卖，专卖给不懂行的客人。江城还真是能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吹出口啊！但是啊，这个水月观音还是有些瑕疵，平时送礼很好，但老人家的寿礼还是讲究圆圆满满，所以啊，还是有点美中不足。那你觉得送什么合适？我这儿啊，正好有件白玉观音玉佩，通体啊用的是和田玉雕刻而成，温润素净，送老人啊正合适。这是假的，这么看来江城就不是卧底了。看着倒还行，怎么我总感觉它是假的呀？您是看着太新了是吗？这观音像是什么时候的呀？不会是现在的工艺品吧？怎么会呢？它可是汉代的东西啊！我是看您啊诚心想要当寿礼，
才给您拿出来的。那你说他新？嗨，保存的太好了，看起来才会显得新。这可是家传之宝，因为家里实在缺钱，才卖到了我们珍宝阁。我们家老太太在西游里住了好几个月了，我也怕买到假货影响她的心情啊。你买这个观音玉佩啊，正好，观音慈悲，能让老太太化险为夷，长命百岁。江城，啊，你过来一下，我这有事跟你说。江城，要不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吧？人家老太太那刚住院，那万一我们这太没良心了吧？不狠心怎么赚钱啊？这万一给老太太气出病来，那会讹我们的。放心，我们的制验技术你还不放心吗？连顶德都看不出来。哎，你们这白玉观音还卖不卖呀？说个数啊！哦，卖呀，当然卖，100万。啊，100万，太贵了吧？成本就几千块的赝品，开口就要100万，这也太黑了。不贵，我都给您便宜了。这100万啊，正好寓意着长命百岁。哦，行，那你给我包起来吧。哎，小赵，拿个店里面最好的盒子。好。祝老太太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好，哈哈哈。江城，我很看好你啊，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哈哈哈哈。好。看来这关测试我已经通过了。客人需要买什么？哎，徐老板，江城，你太让我失望了。你是通过我才认识的鼎德刘部长，你现在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出卖鼎德，现在又不能说出真相，只好先背下这个黑锅了。徐老板，你也不是不知道，江总让我挣够1个亿才同意我和楠楠在一起，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张鑫在我们古玩行那名气极差，你跟着他能挣多少钱呢？徐老板，哼，徐老板，你这话可就说错了。我还是很看好江城这个人，他现在跟着我，我保证他3年内，哦不，4年内赚够1个亿，迎娶美娇娘。江城，你忘了，张鑫用大力士碗碰你瓷的事情了吧？徐老板，这没人会跟钱过不去的吧？你说设计那件事儿，那不是孔俊雄设计的吗？跟我可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吧，江城？张老板说的对。好，好，好，算我眼瞎。我之前怎么看上了你？哼！真是对不起啊。等事情结束后，我会向你说明一切的。连徐正都上门找江城讨说法了，看来江城是真的和鼎德那边彻底断了。江城做得不错，我明天就带你去总部。多谢张老板赏识。我叫周林，你们可以叫我周经理。他果然是来测试我的。恭喜你们3个通过了我们的测试，正式成为总部的一员。哈哈哈哈哈！好了好了，你们3个先做个自我介绍吧，相互认识一下。我先来，我叫王宇，之前在吉古轩做过几年，曾经捡漏过数百万的物件。我是孙若薇，刚大学毕业，专业是考古学的文物保护和修复。要是能把造假集团的内部曝光，这肯定是个大新闻，升职加薪指日可待呀。江城，轮到你做自我介绍了。江城，你就是江城？对，我是江城，之前在鼎德工作过。江城，你就是江城？对，我是江城，之前在鼎德工作过。听说你小子有些本事，哼。不过我想，也就是鼎德给你做的营销吧，其实实力也就那样。有没有实力要靠行动说明的，而不是像你这样打嘴炮。好，待会儿我就让你看看我的实力。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们都别吵了，我们这里以和为贵，要比要实力啊。我这里有一个检测。这手链好漂亮啊。
清朝后妃的翡翠18子手串，造假集团竟然连这个都能复刻出来。女人啊，就是只会看表面的蠢货。我们这里以实力至上，这2条手链有一真一假，看你们谁能辨认出来。那我就猜我手上这个手链是真的，这个翡翠绿的更有光彩，很漂亮。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哼，头发短的男人见识才短呢。青翡翠18子手串，以18颗翡翠制作而成，翠质晶莹透彻，色泽华美，设计精奇，预估市场价为38万元。这女人一拿就拿到了真品，难道是在扮猪吃老虎？帅哥，你一直看着我干嘛？难不成是看上我了？没有，我也认为这条是真的。我还以为你江城有多么的牛逼，原来也就是看到美女魂儿都丢了的废物。假的，哼。周经理，您手上那串我看一下。哼，哈巴狗。江城，你笑什么呢？哼，没笑什么，就是笑我家有条脾气不好的狗吧。你好了，你决定好了没有？我选好了，我手上这串是真的。就你的选择和他们不一样，你真的确定吗？哼，我确定，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周经理，公布结果吧。好，我宣布，江城和孙若薇的选择是正确的。不，我不相信。没本事，少在这叫唤。哼。你们在这里看到的每一件都是我们制作的赝品，我敢保证，你们在市面上找不到一件比这里更像真的。你拍什么呢？被我逮了个正着吧！我可不会怜香惜玉。你放手！为什么要拍照？你们吓到我女朋友了，她不过是想偷拍我的帅照，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帮我减肥？女朋友？你骗鬼呢！谁不知道你江城女朋友是江氏集团的千金？那你们该不会不知道他爸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吧？除非挣到1个亿，但普通人怎么可能挣到1个亿？所以我再谈个女朋友怎么了？张鑫怎么说？你一直在想办法赚到1个亿啊？对啊，等我赚到1个亿，就跟薇薇分手。江城，你可真够渣的！哼，你不生气？谁叫张城长得帅呢？我谈到了就是赚到了。你为什么要帮我？可能我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吧。你是哪家自媒体工作室的记者？你要抢我热度吗？你放心，我不是记者。加个联系方式，我把到手的证据都发给你。你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风险来做卧底？因为我是良好公民，时刻把社会主义价值观铭记在心。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新人，江城，今后就是你们鉴宝部门的人了。我叫江城，请多指教。江城，早有耳闻，你在公司的名声可不小啊。都是运气罢了。那你都见识过我们的制验工艺了吗？真假难辨，就算是顶德的顶尖高手过来鉴赏，也不一定能鉴得出来。当然，你就在这儿好好干，钱少不了你挣的。来，带你看看我新收上来的好东西。这个要是真的，那可比新药那个青铜甲骨文书价值高多了。这是……别大惊小怪，是个赝品。告诉那个农村老伯那儿刚说的。我觉得这就是真的，跟传说中的一模一样。江城，你说说这个玉玺是真的还是假的？秦始皇传国玉玺乃和氏璧镌刻而成，正面刻有“寿命于天，继寿永昌”8个篆字，以作为皇权天授、正统合法之信物，
为无价之宝，无法估价。这竟然是真的？假的吧？这不是失传了吗？我还听说真的骑士在秦始皇墓里。你也觉得是假的？可是这上面写的“寿命于天，既寿永昌”8个篆字，行云流水，毫无着色，像是出自书法大家之手。我还是觉得它是假的，毕竟真的谁都没见过。也许啊，就是哪个高人做的，就像我们支验部门里的高人啊，说不定啊就能做出来某个以假乱真的东西啊。我赞成江城说的话，我们都觉得是假的，就你一个认为是真的。3比1，少数服从多数，你就别犟了。可我总觉得这东西给我一种特殊的感觉，不一般。你都看走眼多少回了？你那虚无缥缈的第六感少谢。哼，也对啊。不过就算它是假的，它仿得这么真，咱们完全可以把它当成真的来卖啊。你这个主意好，玉玺怎么说也能值上亿吧？不行，不能让他们把国宝卖了，得想办法阻止他们。我觉得不好。为什么？你最好说出个所以然来。风险太大。这个秦始皇的传国玉玺啊，一旦流入到市场上，肯定会引起轰动。到时候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都过来研究，很容易发现它是个假的。然后顺藤摸瓜，查到我们这里，这得不偿失啊！我就是周经理这个意思啊。江城考虑的不错，不错不错，果然如外面传闻的有勇有谋。是啊，张鑫他栽在你手里不冤。哎，周经理啊，你们能不能把这个假的传国玉玺送给我？这个假的你要它干什么呀？我看他支验工艺高超，我想学习学习啊。看你小子有啥信息，那就拿回去研究呗。看你小子有啥信息，那就拿回去研究呗。来，你装着吧。给。堂堂绝世之宝，就这么随随便便装在塑料袋里，真是可怜呐。那就谢谢了，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的，为公司赚取更多利益。江城，你把我们都找过来，是找到什么证据了吗？是的，我已经找到了造假集团总部的位置，还有他们的犯罪证据。那赶快把这些证据交给警方啊！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什么事能有这重要啊？这塑料袋里是什么？秦始皇的传国玉玺。啊，传国玉玺？是我在做梦，还是我听错了？疼！这难道我耳朵不好？刘部长，您没听错，耳朵也没问题。这个呀，就是秦始皇的传国玉玺。造假集团竟然有这种级别的瑰宝，这价值可比我家传的商代甲骨文书高多了。这玉玺可是我华夏文明的瑰宝，顶得不收，也不敢收啊。对啊，这身为我们华夏民族的瑰宝，我们绝不能让华夏瑰宝流落民间，一定要上交给国家。这样是最好的啊。那我现在去博物馆吧。哎，等等，就这样拿到博物馆去，只怕他们不会信。我认识本市的市长，我来跟他联系一下，先跟他说一下。李市长，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找你。我们鼎德可能收到了真正的秦始皇传国玉玺。市长怎么说？李市长很重视，他说他会马上请京城有名的鉴定师过来鉴定先让鼎德保管2天。江城，我真是越来越佩服你。如果传国玉玺要鉴定出来是真的，你不仅在本市出名，你在全国都出名。不过是运气好，恰好发现罢了。你就别谦虚了，你再谦虚下去啊，让我们这些在古董行里混了这么多年的老人呐，无地自容了。那这件事情我们就解决了，我们就把造假集团的证据交给警方报警。这据报道，这本月警方抓到了一个特大的造假集团的上百名员工，并缴获了数千件古董赝品。这一切都源自本市的2名热心群众，江城男士和孙若薇女士的举报。江城，
悄悄，怎么啦？应该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江城吧？进来。哎呀，李师长，好久不见。你好，你好。这位就是京城来的，宗师级别的鉴宝师。哎呀，罗大师啊，久仰久仰啊！你好，你好。哎，悄悄，你怎么也在这儿？啊，我跟我奶奶一起来的。我当初就是因为不想受奶奶的光环影响，所以才一个人来这里打拼的。怎么样，江城，你后悔了吗？要是论家世，我可一点都不输你的楠楠。我是不会后悔的，永远不会。好了，我们来这里是来办正事的，不是来听你们争风吃醋的。奶奶，来，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传国玉玺？罗大师啊，您看看这是不是真的？要不是理事长您请我来，我是不会来的。传国玉玺，全国无数的专家找了几十年都没找到，怎么可能会被这个毛头小子找到？哎，江城运气很好，说不定瞎猫碰上死耗子呢。你是从哪里得来的？我是从造假集团那儿拿过来的。你就是举报造假集团的江城？对，就是我。哎呀，哎呀，后生可畏，真是后生可畏啊！这竟然是真的啊！我保证，这一定会轰动全国的。我这一生啊，竟然有机会见一眼秦始皇的传国玉玺，死而无憾呀！理事长，我们鼎德愿意将这个传国玉玺无条件的捐给本地的博物馆，因为这个传国玉玺是属于全国华夏人民，而不应该为个人的私有物品。好啊，你的觉悟很高嘛，我很看好你啊，江城。我已经向组织申请了1个亿的奖金，用来奖励你帮本市破获了这么大一桩造假的案子。钱已经给你转过去了，你查看一下，应该已经收到了。那就谢谢理事长，我以后一定会继续努力。太好了，这下终于攒够1个亿了，可以向楠楠提亲了。理事长，我也有件东西想捐给博物馆，是我家传的传家宝。这是商代的甲骨文书。是的。哎呀，江城，谢谢你，是你提醒了我，这种级别的国宝，即使是家传也不该私藏，应该交给国家来保管。而且这种东西留在我手里，只会给我带来灾祸。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我就是这个意思。啊，你不会也看上江城了吧？他要是没女朋友的话，我倒是愿意一试；要是有女朋友的话，就算了。哎，俏俏，不要太任性了，感情的事是求不来的。不过江城，你愿不愿意到京城去？我可以给你最好的资源，让你成长。哎，罗大师，你当着我这个老板的面挖我的人，不合适吧？你们鼎德虽然在本地有些名声，但在全国还排不上号。多谢罗大师的看重，但是我是不会去京城的。我女朋友还在这里。女朋友在这里又怎么样？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哎，江城，你要是愿意继续留在鼎德，我愿意每年拿出1个亿的利润给你。哎呀，之前许给你的工资呀，全部提高。不就是1个亿吗？我愿意出更多。罗大师，我还是选择继续留在鼎德。鼎德的刘部长一直很照顾我。罗大师，我愿意去京城。我本来就是星耀的高级鉴定师，虽然不如江城，但我自信比大多数人的鉴定能力都要强。好的，你要是经过我的测试，我就带你去京城。啊，江城，你不愿意去京城，是不是主要还是因为你那个女朋友？楠楠，喂，楠楠。阿成，你快来救救我呀！
哎，楠楠，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了？我爸逼我跟刘子杰订婚，你快来救我！怎么了？江城，说清楚怎么回事，说不定我能够帮你。楠楠他爸非要逼他订婚，我必须要过去一趟。楠楠，爸，你怎么突然来了？你哭了？我没哭。不是我说，那个江城他有什么好的啊？他要什么没有什么，到处沾花惹草，欠了一屁股债。爸，阿成他不是那样的人，我相信他。那我就会骗你，我会害你吗？啊！不管怎么样啊，你今天一定要跟那个刘子杰订婚，别想着逃跑。琳琳，一定是那个刘子杰，是他在我爸面前挑拨离间的。楠楠，你一定要嫁给江城吗？对，琳琳，你帮帮我吧，不要逃跑。好。市长，楠楠是江氏集团的千金，他爸看不上我，但是都已经答应了，只要我能挣够1个亿，就能在一起。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逼他订婚。如果你的女朋友自己也同意呢？刘氏集团在本市也是很有名的，他们2个结婚，那可是强强联合呀。不会的，我相信楠楠，我就是怕他会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这难道就是你们年轻人的惊天动地的爱情吗？你放心，如果你们2个两情相悦，那么你们的关系，我替你们做主了。我说话，就算是江国富，他也要留几分颜面。哎，站住！没有邀请函，不能进入。保安大哥，你不能通融一下吗？不行，这要是出了什么事，我可负不起责任。去告诉江国富，说我李启明来了。你谁啊你？你让我去通知董事长，我就去通知董事长，我管你是什么李启明、赵启明。他可是市长。你们这群骗吃骗喝的，还真能编呀！行，那我这就给江国富打电话，我看看他让不让我进去。行，你打呗。你要是能打通了，我就跟你姓。哼。哎，大小姐，他们这群人为了骗吃骗喝，都编出市长的身份了，真是可笑。阿成，楠楠，你没事吧？阿成，你怎么来了？阿成，你是来带我走的吗？那我们快跑吧。阿成，你怎么了？你不是来带我走的吗？楠楠，我是不会同意和你私奔的。你什么意思？我打算不顾一切跟你走的，你不能这么拒绝我。楠楠，你听我解释，我想光明正大的和你在一起，我会向你爸争取的。哎，太感人了。一直在通话中没人接。这位是我们市的理事长，他会帮我向你父亲解释，同意我们在一起。阿成，你胆子也太大了，竟然敢找人冒充市长，这被人发现是要坐牢的，我们还是快跑吧。队长，这门口来了一堆人，说好像要带大小姐逃婚，你快过来吧。哎，江小姐，你不信江城，还能不信我吗？这位啊，确实是本市的市长。我这还是第一次啊！一天之内3番5次的怀疑我的身份呢！啊！你真的是市长吗？楠楠，我是不会骗你的，我靠自己的能力挣了1个亿，我要光明正大的和你在一起，不会因为你跟我在一起就受委屈。就是你们要带走我家小姐？哎，对，队长，就是他们还冒充市长的身份。这还真不怕坐牢啊！我跟你们回去，你们不准为难他们。那就跟我走吧，
小姐一声不吭的跑掉，董事长会担心的。阿成，我相信你，我等你。楠楠，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要跑吗？怎么回来了？我回来是要说清楚的，我不会跟刘子杰订婚的。你要跟刘氏集团合作是你的事，不要牺牲我。你这些话是不是那个江城教你的？楠楠，我是真心喜欢你的，你嫁给我的话，我肯定会对你好的。我都说了，我不喜欢你。江某父，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已经完成了你对我的要求。什么？你完成1个亿的项目了？这不到1-2个月的时间。我不相信，这几天我根本没有听到什么你捡到大漏的消息啊！加上我输给你的1000万，你全身上下最多也就2000多万吧。加上我输给你的1000万，你全身上下最多也就2000多万吧。江某父，我们是真心相爱，而且我已经赚够了1个亿，请你同意我和楠楠在一起吧。江城，你再无视我一次试试！我都说了，我不相信你能够赚到1个亿，你肯定是骗人的。我可以作证。理事长来了，请。你怎么来了？哎呀，还不是为了江城而来呀！小年轻的爱情真让人感动啊！江城到底什么关系？理事长都为他来了。难道江城有什么隐藏的背景吗？理事长，你为了江城而来？没错，江城可了不得呀！你能有这么个女婿，嘿，是你的福分。理事长，你这什么意思啊？江城不会是理事长的什么亲戚吧？我才8九不离10了，看来江总这回是看走眼了，得罪了市长，看他以后还怎么混。理事长，这个江城是您家什么人啊？这怎么可能？这肯定是他请来的演员，一定是假的。真的还是假的？你上网搜一下不就知道了。哎，我怎么会看错呢？理事长我能认错？再说了，我之前还见过他。江某父，我和理事长没有什么亲缘关系，我是因为得到了秦始皇的传国玉玺，才有机会认识理事长。什么传国玉玺？这可是博物馆里都没有的东西啊！就算我承认你江城有点鉴宝天赋，但是这传国玉玺，你也根本不可能拿到。但事实就是，江城确实鉴定出了传国玉玺。我可以为江城证明。罗大师，他不是从不离开京城的吗？还有鼎德的刘部长也来了，这江城到底是什么来头？传国玉玺是经我手确认是真品。这江城难道真的是个不可多得的天才？这可是才短短1个月啊！江伯父，你就同意我和楠楠在一起吧。爸，你就同意我们吧。江总，我要替江城说句话呀。江城现在可是咱们的大功臣呢，他以身犯险去造假集团做卧底，那可是立了大功一件呢。好，那既然理事长都替他说话了，那今天刘子杰和楠楠的订婚仪式就暂停。阿成，真的太好了！诸位，今天刘子杰和我女儿楠楠的订婚仪式，因为出了点小插曲啊，今天就取消了，向各位深表歉意。我反对，江伯父，我叫你一声伯父是看在楠楠的面子上。你可别忘了，你和我们刘氏的合作，如果你现在取消订婚，我就立马取消刘氏对江氏的投资。这是怎么回事？江总难道要用自己的女儿换投资？说难听点儿，这不就是卖女儿吗？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楠楠，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和你一起面对的。那以后如果江氏破产了，你也会对楠楠好吗？我与楠楠患难与共，因为在我之前穷的时候，她也没有嫌弃过我。爸，江氏集团遇到什么困难了？我们也撑不下去了吗？好啊，我真没有看错人呢。这刘子杰，
以前我以为他是个好人，没想到他就是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废物。今天公司确实遇到了一些难处，不过我怎么也不能失去我的女儿嘛。那我就看看你们江氏撑不撑得下去。哼，江城，我要你死！保安去哪儿了？检测到宿主处于危险中，激活疾风掌，以风之力为主，手掌为风，快速而无形。过来，你过去就是死。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死啊！江城，你别怪我身为一个父亲的自私。阿成，你没事吧？我没事。幸好你没事，要是你死了，我可怎么办呀？江城呀，以后我再也不拦着你们了啊！你们就好好处吧。等等，等什么呀？你是造假集团的漏网之鱼，所以才想杀我，对吧？呸！江城，你忘恩负义，周经理对你这么好，你就这么背叛他？我是不会让你好过的。你们制造赝品，害得多少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那是他们蠢，活该。被谁骗不是骗？那看来无论如何你都不会醒悟了，那只好到牢里反思一下了。保安，你们2个人给这个人带到警局去。江城，你没事吧？西汉嵌金片花纹匕首，主体以精炼的钢铁锻制，坚韧锐利，是王侯贵族或高级将领的配饰与身份象征，是古代兵器与奢侈品完美融合的典范，预估价值1300万。阿成，你拿着匕首干什么？是要把它交给警局当做犯罪证据吗？江城，你要对我奶奶做什么？我之前是对你态度不好，但是你也不能报复我奶奶吧？俏俏，江城不是这样的人，我猜应该是这个匕首有什么问题，可能是拿来让我看看。看来江城不光鉴定能力了得，还是个很有教养的孩子。可惜呀，名草有主了。罗大师，我看着像西汉的东西啊。江城，这你都能捡到漏，真是老天爷赏饭吃，天生是捡漏圣体呀！捡什么漏啊，捡漏！我不管这个匕首值多少钱，价值几何，你现在赶快跟我去医院。我没事，就受了点伤。确实是汉代的匕首。俏俏，你来评估一下这个匕首的价值。这个匕首采用的是错金银工艺中的嵌片法，先篆刻出精细的纹路，然后再将纯金锤打成薄片，镶嵌到这些凹槽中的。保守估计要1000多万。看来你在鼎德这些年有不少长进。江城，虽然我心里清楚你不愿意离开这里，但是我还是想再争取一下，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决定去京城，我都希望你能来找我。能得到大师的赏识是我的荣幸。好了，别聊了，先去医院再说。阿成，你怎么坐起来了？楠楠，我就伤到胳膊，没伤到腿，我觉得我不用住院。你呀，不好好休息，伤口感染了怎么办？胳膊要是废了，我可就跟人跑了啊！离婚，我要跟你离婚！志刚，你个天杀的！难道现在还在病房里等着钱治病呢？你却把钱拿去都买什么古董？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心啊？你不活，楠楠还要活命呢！你懂什么？我那是捡漏到了古董，等卖了还愁楠楠没有手术费吗？这可怎么办呢？
楠楠明天就要做手术了。妈妈不哭，没有钱，楠楠可以不做手术。阿成，这个女人和她的女儿好可怜啊。你们买的什么古董？你想干嘛？休想骗走我的古董！谁想骗你的古董啊？我们阿成可是顶德的高级鉴宝师，前不久呢还协助警方查获了一批赝品古董。世界上哪有那么好心的人呢？我看你们俩就想招摇撞骗，趁机调换我的真品古董。这走廊上都是监控，你要不信的话，大可以去查一下监控。叔叔，是这个古董吗？你这傻孩子，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能随便拿出来？你帮我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蠢女人！我的鉴宝神手完全没有反应，看来是假的了。可是我一旦说出真相，他们没有了女儿的手术钱，肯定很绝望。这看起来像是唐代的宝相花纹铜镜，不太像真的。不过还是要送去鼎德鉴定一下，才知道真假。你们多少钱买的？我再加点钱卖给我，怎么样？你这么说，你说这是真品喽？你这个人，阿成都说了这是假的，你耳朵是聋了吗？既然江城都说是真的了，那古董行谁不知道他擅长捡漏啊？嘿，既然你想要，那肯定是真的了。嘿嘿嘿，好吧，你这样以为，那就算了。发财了，发财了！这江城都说是真的了，这一转手不得卖个100多万了。这个钱给楠楠做完手术还有的多，继续捡漏，钱生钱，几个月我就可以买房子了。嘿嘿。您的意思是说，这面古镜是真品？实话说，是假的，是个赝品。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楠楠做手术的钱不就打水漂了吗？陈志刚，你听见了？这个东西是假的！你把所有的钱都拿去买了这个东西，我的楠楠怎么办？他该怎么办？捡漏人的套路都是这样。如果是赝品，他刚才干嘛还会收我的古镜？他故意说是赝品，好低价回收。你就是这样，你什么本事都没有，却天天做着发财的梦。你到底是不是个人呢？爸爸妈妈，不要吵架了，都是楠楠的错。楠楠不哭，爸爸妈妈吵架跟楠楠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楠楠是生了什么病啊？妈妈说楠楠肚子里长了一个坏东西，医生阿姨取出来后就没事了。楠楠呀，又乖又听话。阿姨呢，要是有一个楠楠这么乖、这么听话的女儿就好了。你说对吧，江城？啊，对。你们是不是不缺钱？求求你们，救救我的女儿吧！求求你们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亲朋好友我都见遍了，可是我实在是借不到钱了，我求求你们了。起来！你跪在这儿，嫌不嫌丢人啊？我都说了，卖完古镜还愁楠楠没有手术费吗？你还有脸提？要不是你非要买这个赝品，楠楠至于没有钱做手术吗？楠楠不要妈妈跪，也不要爸爸妈妈吵架。楠楠手术费大概需要多少？需要20万啊！不过你们放心，我将来一定会把钱全部还给你们的啊！我可以把身份证押给你，我还可以给你们签字，不管你们让我签什么，我都愿意。待会儿我去医院缴费处缴费。真的吗？楠楠有救了，我的楠楠有救了。
我都说了，等我卖完古镜就有钱了。你干嘛还对人家低三下四的你啊？陈志刚，我不想在这跟你吵架。等我的楠楠做完手术，我们就分开吧。你给我等着，现在找人鉴定去。江城，怎么了？围这么多人？小程啊，我来找你是来道歉的，之前误会了你，跟你说了很多难听的话。薛老板，你那也是怕我误入歧途，你们来的刚好。这位是鼎德的书画部部长刘部长，这位是万宝楼的老板徐老板。您不信我呀，可以找他们鉴定一下。怎么回事啊？这里也有古董要鉴定吗？有一面古镜需要徐老板和刘部长帮忙鉴定一下。我相信鼎德的信誉。江城的眼光我们倒是相信，从和他认识以后，一次都没看走过眼。这面古镜仿的还是很真呐，这要是不仔细看，估计都要看走眼了。怎么了，小程？你有其他看法？没有，我也觉得是假的，只不过有人不相信罢了。这怎么可能？我不相信！一定是你，一定是你骗我！这不可能的，哼，这怎么可能啊？这不可能啊！这怎么会这样？爸爸不要难过，楠楠会保护爸爸。你说他是张鑫卖给你的？就是珍宝阁的张老板，他干古董行这么久，他怎么会看不出来？他确实不会看走眼，因为他卖给你的就是赝品。你说什么？你被张鑫骗了，他从来都是真假混卖，遇到不懂行的人就卖赝品，遇到懂行的才卖真的。我要找他算账去，我去找他对钱去。你去珍宝阁也找不到他，张鑫跑路了，进监狱了。不过你可以看着报警，或许可以给他加点刑期。楠楠，你怎么了？爸爸，我肚子好痛。别喊了，快去叫医生！医生！病情已经拖不得了，需要马上进手术室手术。你们谁去把费用交一下？医生，可以先做手术，再交手术费吗？特殊情况我们可以理解，但手术费之后就是医药费。如果你们再凑不齐，手术之后再不用药，病情就会恶化，到时候医院是不会给你们垫了。先把这个女孩推进去，准备手术。我是姐姐，楠楠没事，楠楠不用做手术。傻孩子，你说的这是什么傻话呀？楠楠知道家里没有钱，楠楠不想浪费钱，爸爸妈妈也不用总是吵架了。好孩子，妈妈有钱，爸爸也有钱，你放心啊。楠楠，叔叔有钱，叔叔有钱给楠楠治病，等楠楠长大以后再还给叔叔就好了。请家长做好一切心理准备。老天保佑，菩萨保佑，各路神仙都保佑我将楠楠手术顺利，所有的厄运都降到我身上吧。我以后愿意给您做牛做马，我给您磕头了。不用磕，不用磕，我们家的大恩人，给你们磕多少头都是应该的。是。你们要磕头的话，阿成心里会不好受的。毕竟我们阿成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哎呀，我真是有眼无珠啊！我不该对您不敬的。好了好了，感谢的话不用多说了。医生，手术的情况怎么样？楠楠，你醒醒，你不要吓妈妈呀！不会吧？患者家属不要太激动，冷静，请冷静。我女儿都死了，我还怎么冷静啊？谁说这孩子死了？只是麻药还没有过，暂时还没有醒而已。那你刚刚叹什么气啊？我叹气是因为情况并不乐观，虽然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后期可能会恶化，需要再次手术，而且保养费用也不低，所以尽快缴费吧。医生阿姨，楠楠要死了吗？不会死的，只要楠楠努力和病魔做斗争，都会好起来的。
你们放心，楠楠的医药费、手术费我都可以承担。江城在这里。江城，好久不见。理事长，你怎么来了？小程啊，你不介意我这么叫你吧？我来给你送锦旗，来拿着，这好人好事啊，就该好好报道报道。来拍照，这报道啊要好好写啊。理事长，到底要宣传什么？当然是要宣传你找回传国玉玺啊，这可是提升咱们市知名度的大好事啊。小程啊，手术费我已经交过了。理事长，你也在啊？你刚刚说手术费？这江城的伤还没有到需要做手术的地步吧？是我给这个小孩交的手术费。楠楠，快谢谢叔叔。谢谢叔叔。江城的人品是没得说，前一段时间他介绍了一个拾荒老人来我们鼎德上班。哎呀，小程啊，我是越来越欣赏你了呀。孙记者，把这几件事啊也好好的报道上。理事长，你这也太夸张了吧？一点都不夸张，现在好人是越来越少了。江城，我还没来得及跟你道谢呢，多亏了你，我才能升职那么快。哦，你们还挺有缘啊。什么有缘呢？没什么，没什么。这是女朋友吧？江城，我和你之间的秘密，我不会告诉你女朋友的。什么事情啊？这不是故意抹黑我吗？他是故意的吧？情侣之间总要加点调味剂，感情才会越来越好。你和那个孙记者之间到底有什么事情？不许瞒我。就是他在造假集团做卧底的时候险些被发现，我就帮了他。只有这个？只有这个。楠楠，我的心你还不懂吗？哼，那你什么时候娶我？你还在犹豫什么？你难道不想和我有一个像楠楠那样聪明又懂事的女儿吗？楠楠，你别多心，我就是怕江伯父才刚同意我们在一起，结婚太快了吧？楠楠，我想能给你创造个更好的条件，再好向你求婚。我没想到你会为我想这么多。你是江城江先生吗？那个大名鼎鼎的鉴宝大师？对，你怎么认识我？现在整个市没有人不知道您的名字，我可算见到您了，江先生。没想到竟然真的出名了。是这样，我跑遍了整个古董行，没人敢收我这个东西。可是我这个宝贝是我太奶奶在官宦人家当丫鬟的时候，人家主子赏的，绝对是真的呀。那给我看看。好，您看看。我妈妈还在医院里等着钱救命，可是我没有用啊，根本筹不到钱去救命。这怎么样？这是真品吗？大概率是真的。你打算卖多少钱？我想出60万啊！当然，如果价格高的话，还可以再谈。不是高，是便宜了。你手上这个凌云杯不止60万，按现在的市场价能卖300多万。如果去鼎德拍卖行的话，运气好，这价格更高一点。那如果说去拍卖的话，多久能拿到钱啊？最快1个多月，慢的话要好几个月，甚至半年都有可能。可是我根本等不起啊，江先生，我妈还等着钱救命呢。江先生，您愿意收吗？我收的话，价钱就不会很高，我可能最多出160万，你会很亏的。没关系，我就卖给你了。那你可不要后悔啊！不后悔，绝对不会后悔。就冲您没有因为我不懂行而骗我，我就不会后悔啊，江先生。而且如果说您忽悠一下我，随便说2句，我10几20万就卖了。好，好，谢谢，收到了啊！谢谢你，江先生，谢谢。那我先去医院啊。这个杯子真值这么多钱，还是你为了帮刚刚那个人随便说的？当然是真的。我们阿成真的是太厉害了。
江城，以你的能力，还需要参加这种比赛吗？而且那个喜欢阿成的叫罗俏的鉴宝师，不会也在这里吧？是谁这么大言不惭，敢在高手云集的比赛上口出狂言？就是，陆少都没有开口说话，你个小地方来的乡下人，反倒不知天高地厚。我女朋友就是开玩笑的，我不过是名新人，过来试试水。盲目自信可不是什么好事啊。阿成，你干嘛脾气那么好呀？鉴宝是用实力来说话的，嘴巴厉害可没什么用。也是，到时候啊，等阿成上台了，用实力啪啪打他们的脸，让他们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不知天高地厚。楠楠，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对我也太自信了。谁让你是我未来老公呢？嗨，江城，不准看！楠楠，没想到在这儿也能见到你啊！我就知道顶多会派你来的。这次为了打败你，我可是做足了准备的。还有啊，你们以后要是觉得没有共同话题了，可以随时来找我啊。我跟阿成有说不完的话。那可不一定。楠楠，他就是故意说这些挑衅的话的。好吧。那接下来上场的是来自鼎德的江城，大家掌声欢迎。江城，我男朋友，没见过世面，早晚会成为我哥的手下败将。本场比赛压轴登场的是来自文玩轩的陆千安，他在以往的比赛过程当中从未有过败绩，不知道今天是否能够一如既往的保持以前的成绩。看来是个强劲的对手啊，不过我一定能赢。我哥上台了，他一定会打败那个什么江城。我哥可是京城新一代第一人。第一人又怎么了？我们阿成可是打败过以前鼎德的第一人罗俏的，现在只不过是多打败个第一人而已。你该不会不知道，罗俏就是因为打不过我哥，所以才躲到乡下的吧？也不知道江城能不能打败这个陆千安，给我出一口恶气。我来介绍一下比赛的规则，桌子上放着几件真假混放的古董，谁能最快且挑出价格最高的古董，谁就获胜。规则看上去简单，但实际上要求很高，既要辨别真假，又要判定价值，很考验一个人的鉴宝能力。来吧，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跟我一起心里默数3个数，3、2、1，开始。激烈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不知道罗大师会在感性上支持自己的孙女，还是在理性上支持天才少年陆千安呢？我倒是有另一个看好的年轻人。哦，不知道京城有横空出世的天才啊？不是京城的，是完成了。金乾隆珐琅花果绶带葫芦瓶，该器物融合了珐琅彩绘、掐丝珐琅、香芋等技艺。葫芦瓶作为传统吉祥器型，因谐音福禄，被赋予美好寓意，预估市场价值为456万。没想到第一个完成的竟然是来自鼎德的江城。主持比赛这么久的时间，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选手在速度上超过了陆千安。不可能，他一定是随便拿的，一定是。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呢？没想到江城真的赢了。阿成赢了，阿成是第一个。切，还没出胜负呢，别高兴那么早。说不定是那个什么江城为了在速度上赢过我哥，才随便选的。我可从来没有见过我哥输过。我都忘了，坐在我旁边的这个家伙不是凌烈，而是个无可救药的胸控。我找到了，我敢肯定，这就是清雍正时期的蓝幽暗刻龙纹长颈瓶。我猜市场价不低于300万。不愧是京城久负盛名的天才鉴宝师陆千安，本场冠军啊，非你莫属了。我也找到了，罗大师的孙女罗俏和陆千安竟然不分伯仲，
竞争十分激烈啊！好，到现在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完成了比赛的任务，下面我们就有请裁判上台揭示比赛最后的结果。你选择的这枚铜币是赝品，你下去吧。在本次比赛中，我们所选择的价值最高的古董都是瓷器，请选择不是瓷器的选手自觉下台。什么？他竟然没有下台？难道……那么现在留在台上的选手都是选择正确的古董。既然这样，那我们就以速度取胜。显而易见，这次比赛的冠军就是……等等，你哥什么意思啊？他为什么说等等？谁知道江城是不是作弊了？你说谁作弊呢？谁作弊谁知道。为什么要等？陆强，你是输了不服气吧？陆少是怀疑我作弊。对，如果你真的能赢我，就不会不出名。可在今天之前，我可从来没有听过你的名字。陆少要是没有证据，那不就是恼羞成怒了吗？证据就是罗翘。罗翘一向心高气傲，今天却突然转了性，帮江城说话。而罗翘之前在鼎德工作过一段时间，而江城又是鼎德派来的，所以这其中一定有猫腻。是啊，说的没错。这怎么回事？为什么要这样？不知道。你说的都是你的猜测。罗大师是罗翘的奶奶。你怀疑我？你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既然怀疑罗大师协助我作弊，那为什么罗大师不帮助自己的亲孙女罗女士，反而帮助我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很简单，因为罗翘看上你了。我是有女朋友的，而且我今天就是为了她才参加比赛的。我？阿成不是说鼎德派他来的吗？反正我不信，除非你证明给我看。真本事！以江城的本事，根本不用参加这种比赛，他应该坐在裁判席上。怎么可能？他才多大？能够坐在裁判席的，都是在古董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能人。就凭他找到了秦始皇的传国玉玺。什么？江城的冠军实至名归。你说你为了你女朋友来的，是为了拿到这个凤冠吧？楠楠，这个送给你。楠楠，你愿意嫁给我吗？你不是说还太早了吗？我知道你已经期待很久了，我已经向江伯父请示过了，他也同意了。楠楠，我这么突然，你会不会为难？我不为难，一点都不为难。我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好久了。江城，我愿意嫁给你。哇哦，哇塞！太浪漫了吧，真羡慕。哇，好，哇，太浪漫了。